老公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：老刘，你老婆那套蓝色的孕妇装是在哪家店买的？我媳妇也想要一套。我懵了一下，孕妇装？我又没怀孕，她去哪里给老婆买孕妇装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公去上班了，我趴在被窝里赖床，却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。摸到枕边的手机一看，原来是老公的手机落在了家里。我正准备起床洗漱，把手机给他送过去，就看到一条消息弹出：老刘，你老婆那套蓝色的孕妇装是在哪家店买的？我媳妇也想要一套。我懵了一下，孕妇装？我又没怀孕，刘成奇去哪里给老婆买孕妇装？一股不妙的预感抓紧了我的心脏。我试了几次，终于在输入婆婆生日后解锁了老公的手机，点开那条消息，我进了一个名为迎接天使小宝贝的微信群，看群里人的聊天内容，应该是一些准备生孩子的夫妻加的群。那个我老公的人还在发消息：老刘人呢？又去给老婆买早饭了，哈哈哈！全群最佳模范丈夫老刘。给你们看，上周我和我老婆去产检，遇到老刘夫妻俩的视频。我老婆回来数落我1个礼拜了。我点开那条视频，赫然看到我老公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个孕妇，满脸温柔地在和她说话。我和刘成奇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结婚，到现在已经10年，夫妻感情一直很好，只是没有孩子。因为我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，怀孕对我来说是一种危及生命的负担。这个病我在恋爱时就和刘成奇说过，那时候他告诉我，他不在乎这些，他爱的人是我，有没有孩子都可以。我信了他10年，为了让他安心工作，我婚后辞职照顾重病的婆婆，直到2个月前婆婆去世。婆婆葬礼上，刘成奇哭着抱住我，说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我这样一个妻子。可实际上呢，我看着视频里孕妇的肚子，最起码有7个月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在昼夜不休照顾她妈，她在外面风流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在群里发消息：这个孕妇在群里吗？有人把这当成开玩笑，嘻嘻哈哈的喊了一个叫做周颖的女人。老刘这是要把嫂子喊出来，让她看看大家多羡慕她呀。我往群里发了一句语音，我只是比较好奇，替我给我老公生孩子的女人会是谁？群里骤然安静，仿佛被人按下了暂停键。客厅里传来开门声和急促的脚步声。我拿着手机抬起头，看到刘成奇气喘吁吁地跑进卧室。他见到我拿着他的手机，勉强维持镇定地朝我一笑，看我这记性，上班不带手机。喂，把手机给我吧，着急拿手机去干什么呢？我笑看着他，担心给周颖买早餐的时候没办法付款。刘成奇顿时变了脸色，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，以一种极其陌生的冰冷的眼光看着我。你都知道了也好，这样就免得我还得等时机和你说了。他站在床边，目光从上而下看着我，带着高高在上的味道。我只是想要个孩子，但是你做不到。喂，你别怪我，没有男人会不想要个后代。我攥着响个不停的手机，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脸说出这句话。刘成奇，当初是你说不在乎孩子，我伺候你妈10年，这10年里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想要个后代？情绪激动之下，我感觉到呼吸困难，连忙从床头拿来哮喘喷雾缓解。就在我刚缓过来的时候，刘成奇不屑地说，要不是看你有个海事户口，
你以为我会看得上你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？看在你照顾我妈10年的份上，离婚分你10万，其他的你就不要想了。1个月之内，你自己找房子搬出去，别逼我把你赶出去。我不可置信问他，这房子是我的陪嫁，凭什么是我搬出去？刘成奇看笑话似的看着我。5年前，房子就过户到我名下了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眼前蓦地一黑。没错，5年前，刘成奇用做投资为借口，说服我把房子过户到他名下，让他拿去贷款。后来他说做生意赔了钱，这几年除了婆婆的医药费，给我的家用都很少。我以为他是拿去还贷款，并没有起过疑心。至于房子的过户问题，我那时候想着都是一对夫妻，在谁名下都一样，就是重提。我才终于意识到问题，你根本没有什么投资，你就是为了骗走我的房子。至于这几年里他赚的钱，既然没到我手里，那就应该是到了外面那个周颖手里吧。刘成奇对我的愤怒不以为然，你10年都没能生个孩子，我只要说是你婚前隐瞒病情，那你也是过错方。齐雨薇，大不了这房子1人1半好了，你明明婚前就知道我的病，那又如何？你有证据吗？他恶劣的笑，我不介意1人1半，只要周颖搬过来之后，你还住得下去。自从我和刘成奇撕破脸之后，他就没再回过家。我想他应该是去周颖那里了。这房子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遗产，我绝不能让他落在刘成奇和周颖手里。我加了那个迎接天使小宝贝的群，进去之后直接发了一条消息，谁知道周颖的资料1000块，买他现实里的联系方式和单位地址。过了会，有人出来问我，你真是老刘的老婆呀？我拍了结婚证发到群里，群里顿时炸锅。我天，我一直以为他和周颖是夫妻，好恶心啊！我们群怎么会出这种烂东西？周颖斯斯文文的一个女人，谁知道会做出这种事？她还整天和我炫耀，说她老公她多好，搞笑，那是人家老公。就在这时，周颖出来说话了，谁敢把我信息给出去，我就告谁。她相当豪横地打了我，花钱买别人隐私资料是违法。你想离婚前先进局子？热闹的群消息顿时凝滞。虽然大家都对刘成奇和他的事情很不耻，但谁也不想扯上官司。不过这世上总不缺有点正义感的，或者有点爱钱的。我把群友私聊发给我的内容保存到便签，然后回复了周颖，给你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，我们明天见。刚刚还很是嚣张的周颖慌了，在群里不断质问是谁给出了他的个人信息，一整个就是无能狂怒。群主直接把他给和刘成奇都踢了出去。群主发消息跟我说，群里有很多他俩发的视频和照片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保存转给你。紧接着，群里不少人都出来了，我这里有他们私发的消息，我也可以转给你。还有上次他们以夫妻名义参加过聚会，聚会视频我还留着呢。姐妹，不要伤心，为这种男人不值得。看着这些暖心的帮助和安慰，我心情总算好了一些。谢谢大家，麻烦你们了。我接收了一大堆的消息，妥帖保存。第2天，我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，化好妆，前往刘成奇的公司。刚才群里有人私发给我周颖公司地址，我才发现原来他们还是同事。刘成奇大约没想到，我一个怕情绪激动的哮喘病人敢直接堵到他公司来闹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他分外诧异，你来干什么？一边说话，他就想把我强行往外面拽。我当场就嚷嚷起来，刘成奇，我可是有哮喘病的，
你要刺激我发病，就得负法律责任。趁着刘成奇犹豫的几秒，我掰开他的手，冲进公司。有人好奇地看着我，问刘成奇我是谁。我微笑着自我介绍，我是他老婆齐雨薇，结婚10年了，一直忙着照顾生病的婆婆，没和大家打过招呼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我，唯有一个女人低着头，不敢和我对视。我快步走过去，低头就能看到她圆滚滚的肚子。周颖，你好啊！刘成奇追过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胡闹也有限度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谁胡闹了？我来看看一门心思替我老公生孩子的女人，顺便提前和我未来大儿子打个招呼嘛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办公室里的议论声登时音量加大无数倍。周颖的孩子是老刘的，可是老刘有老婆呀。废话，周颖不也有老公吗？我挑眉，没想到还能发现这么个大瓜，一个有夫之妇，一个有妇之夫，这俩人搅和到一起，还搞大了肚子，我被蒙在鼓里。那么周颖的老公知道自己头顶有一片青青绿草原吗？周颖眼里含泪，小白花似的望着我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孩子是我老公的。他愤怒地警告老刘：“刘成奇，你们夫妻闹矛盾，为什么要牵连无辜的人？我的名声就不是名声了吗？”刘成奇连连道歉，那样子还演得挺像真的。周围人也动摇起来。我从包里掏出一叠打印好的照片，扬手一扔，满办公室都是。你们俩去做产检，以夫妻名义在外面参加聚会，亲亲热热喊老公老婆的时候，想过名声这回事吗？同事们捡起我扔出去的照片，集体倒吸一口凉气。刘成奇，你为了海事户口跟我结婚，撒谎投资骗走我的房子，把我当免费护工，让我照顾了你妈10年，就连她去世都是我陪在床边。现在你想一脚踹了我，哪有这种好事？他们看向周颖和刘成奇的目光也彻底变成了鄙夷和不屑。刘成奇气得脸色通红，周颖更是不知所措，最后干脆捂住肚子开始哀嚎：“哎呦，我的肚子，快送我去医院！”刘成奇见状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要是孩子有个好歹，我要你赔命！”说完，他就带着周颖落荒而逃。我转头去找了刘成奇的老板，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姓李。面对我给出的各种证据，李总瞧着是不太满意，不过也没太当回事。李总，我和刘成奇这事情还有的闹，我也不想给您添麻烦，但是希望您能理解，我一个被骗了10年的弱女子，要是再不闹，那就真的是被他踩到泥地里欺负了。听了我的话，李总的眉头皱了起来。显然，员工出不出轨对他来说不是大事，但如果有人总来闹事，影响公司，那就他很不想看到的了。他蹙眉说：“老刘这么些年没出过什么岔子，我要对他做什么，那也不太好找理由啊。”周颖怀孕后，他们一直在私人医院产检，还预约了1个月要花20万的月子中心。我把保存好的聊天记录拿给他看，继续说：“刘成奇的收入多少，您比我更清楚。这些年他的钱都花在我婆婆的医药费上，就算有剩下的，也不会支撑得起这么高的消费。”我提醒李总，他是公司会计，经手的钱，您最好还是查查吧。李总嘴角都绷紧了，对我说的这些很重视。我知道了，这的确是得好好查查。他没了先前的不以为然，改口说：“有问题的员工，我们是绝对不会留着的。这件事肯定给你一个公道。”我笑着点点头。这世上没有人可以忍受自己的利益无端受损。刘成奇在周颖身上
大笔花钱，肯定有问题。他老板怎么可能容忍一只米仓里的老鼠在自己眼前乱晃？离开公司后，我花钱找了个私家侦探刘成奇和周颖那些事情。因为群友的帮助，我已经有了不少证据。但是关于周颖的老公，我只能求助外力帮我查到是谁。私家侦探的效率很高，第二天就给了我一份资料。周颖的老公也是海市本地人，叫方明。他俩结婚的时候，方明经营着一家饭店，收入不错。只是好景不长，5年前方明出了一场车祸，双腿截肢，只能靠轮椅代步。姐，这个方明的车祸和你老公还有点关系。我眉心一跳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我还在查。简单说就是，方明是跟周颖出去郊游路上出的车祸，他们车子出了点问题，导致和你老公的车子撞上了。荒郊野外的，送医不及时，方明才会被截肢。如果早点去医院，他的腿能保住。我翻着资料，看着5年前这个时间节点，心里有了猜测。5年前，刘成奇骗走我的房子，同样时间，周颖的老公因车祸截肢，这会是巧合吗？反正我不信。我带着私家侦探给我的资料，前往方明开的饭店。一进门就看到一个满脸笑意、十分开朗的男人坐在轮椅上。由于不在用餐时间，服务员都在休息。方明这个老板推着轮椅朝我过来：“你好，请问想吃点什么？”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简单直白地挑明来意。方老板，你老婆怀孕了，孩子是我老公的。方明似乎对周颖外面有人这件事早有预料，他把我带到了包间，让人上茶。我把从微信群里拿到的证据交给方明，他脸色有些晦暗。其实我早就意识到小颖不太对劲了，他失落地按在自己截肢的腿上，苦笑：我这么一个残废，他不愿意和我过，也是正常的。孩子的事情，我本来打算睁一眼闭一眼，现在我有2家饭店，离婚的时候给他1家，也算是给他一个补偿。我把另一份私家侦探给的资料放到他面前。如果我说你的残疾不一定是意外呢？方明看了我半晌，拿过资料一页页仔细看，到了后面，他的手都在发抖。看到最后，方明愤怒地把资料扔到桌上，茶杯掀翻，滚到地上，摔了个粉碎。这个贱人！他双眼通红，喘着粗气，手背上全是用力过度的青筋。也是，换谁发现自己一辈子的残疾是源于妻子的欺骗，都无法短时间接受。我等方明恢复平静，询问他之后的打算。方明攥紧双拳：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。我轻声说：好巧，我也是。你告诉了我这么大的消息，我也得回报1、2。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告诉周颖，你知道他在外面的事，最好吵一架，让他意识到你的生气，但不要说你看到了证据，可以吗？方明疑惑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垂眼看着资料里刘成奇和周颖的甜蜜合照，因为我需要让我老公自愿净身出户。方明在明知周颖对不起他时，还愿意分给他1家饭店，这让我对他有了这个男人太容易心软的误解。当周颖挺着大肚子上门来找我，说方明改了离婚条件，除非周颖去流掉孩子，否则1分钱都不给他。我才知道方明并不是多心软，他只是此前还对周颖存着一点爱意罢了。刘成奇扶着周颖进门，看着我的时候和看仇人没两样。周颖显然是大哭过一场，眼睛肿得像是核桃。她一上来就对我哭诉自己多么不容易，说她是实在没办法继续跟一个残疾过下去。
才会和刘成奇走到一起。周莹捧着硕大的肚子，楚楚可怜地望着我。雨薇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呀，没人逼着你不要孩子吧？我翘着二郎腿看着他，这么爱这个孩子，你可以净身出户和方明离婚吗？周颖尖着嗓子喊：那我的孩子要怎么办？在海市这种地方，没有点家产，孩子以后肯定要被人踩在脚下的。我好笑地看着他，关我屁事？你不会想着我对你肚子里的野种会有母爱吧？周颖被我说得无言以对，拽了拽刘成奇的袖子。刘成奇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：我可以不要家里这套房子，但是你要再去找方明，承认孩子的事情是你污蔑周颖。不晓得方明是怎么做的，能让这俩人坚信只要我去解释，一切就还能继续蒙混过关。我拿捏着姿态反问刘成奇：就凭你空口白牙这么一说，我就照做？我觉得我是还没被你骗够是吗？刘成奇不耐烦地问我：那你想怎么样？你先把离婚协议签了，然后我再去找周颖她老公。不可能，刘成奇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周颖也跟着说：老刘签了协议，你要是反悔，我们怎么办？谁管你们去死？我在心里骂了一句，嘴上依旧不松口。没有第二种选择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是要我的半套房子，还是要方明那家饭店？海市闹市区一家饭店的价值绝对不是个小小的诱惑。相比之下，我这套几十年前留下的老房子的确不太够看，如果只是半套，那就更不够看了。一番扯皮之后，面对巨大的利益，刘成奇和方颖还是点头了。签下离婚协议之前，刘成奇表情阴狠地对我警告：齐雨薇，你别想耍花招，如果让我知道你搞事，我肯定不会放过你。我没应他这句话，只催促他赶紧签字，不放过我，那时候你恐怕压根就没有来找我麻烦的机会了。为了保证我能实现诺言，我刚把离婚协议收好，刘成奇和周颖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去了方明的饭店。看到我们三个人，方明什么话都没问，直接让人准备包间。周颖挺着个肚子嘤嘤啜泣，刘成奇不断对着方明叹气解释：很抱歉，因为我俩闹离婚，导致他和周颖产生了误会。说完，刘成奇就拿眼神示意我上场。我喝了口茶润喉，问方明：我说周颖的孩子是你的，你信吗？刘成奇和周颖紧张地看着我，那样子有点像是要扑上来掐死我。方明柔声问周颖：小颖，你说我该相信他吗？方明：你当然该相信啊，你车祸以后是我一直不离不弃照顾你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呢？周颖无措地不断点头，哭得抽抽搭搭。方明黑黝黝的眼睛注视着周颖：那我真该多谢你，送我一场车祸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周颖两只手紧紧抓在一起，下意识地和同样错愕的刘成奇交换眼神。包间门被敲响，几个警察走了进来。我和方明相视一笑，给警察让位置，方便他们抓人。方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周颖慌张大喊。方明不再看他，而是对警察说：没错，是我报警。我怀疑5年前导致我截肢的车祸是他们2个人策划的，而且我手里有一些证据。到这个时候，刘成奇也不是个傻子，他终于看明白了。我和方明在给他们下套。警官，你不要相信他们，这女人为了和我离婚争财产，故意联合方明污蔑我们的。我把私家侦探找到的，车祸前一天，他和周颖在出事路段提前踩点的照片递到他眼前，都说了有证据，你怎么不信呢？
周颖和刘成奇失魂落魄地被警方带走，我和方明作为案件相关人员，也跟着去做了笔录，一直到入夜。我推着方明的轮椅送他离开警局。方明问我会不会去看庭审，我说会，不亲眼看着刘成奇和周颖被判刑，我心里这口恶气是不会彻底消散的。庭审那天，我是和方明一起到场的。我以为会看到刘成奇和周颖百般狡辩，再不然，为了周颖肚子里的孩子，刘成奇要是个男人，也会主动承担更多罪责。谁知道，他俩给我看了一场人间真实的大戏。周颖开口就说是刘成奇先强迫了他，后来他受到胁迫，不得不听从刘成奇的要求，去帮他陷害方明。总之，就是要说他自己是个受害者，尽力为自己脱罪。刘成奇的表现比周颖也差不了多少，在他口中，周颖就是个不安于世、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是周颖先对他主动，趁着公司聚会醉酒跟他进了一个屋，后来又纠缠不清，就连刘成奇去世的亲妈也被他搬出来了。我妈一直重病，我怕这些事情闹出来让老人受到影响，所以才会一次次受到周颖的挟制。刘成奇转头望着我，痛哭流涕地朝着我忏悔：老婆，我最爱的人是你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受到了伤害，可我只是不想我妈被气出个好歹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表演，很快他就被法官警告不要一直吵闹，不管刘成奇和周颖如何狡辩，如何互相推诿，事实胜于雄辩，证据面前，他们的谎言全都是泡沫。最终，刘成奇作为主谋被判刑13年，周颖被判刑10年，因为她怀有身孕，被允许怀孕生子期间暂不入狱，等过了哺乳期再服刑。周颖入狱后，那个孩子会如何，不是我和方明需要关心的事情。反正我俩又不可能圣母到去收养那个孩子，可能会是被安排给周颖或者刘成奇的亲戚，也可能是会被安排给孤儿院，那些就都和我无关了。庭审结束后，方明给我打了个电话，约我去一趟他的饭店。我以为是他心里还难受着，需要找个知情人说说话。结果我俩刚在包间坐下，方明就推给我一份文件，我没有伸手去打开，而是先问他这是什么。我另一家饭店的产权协议书。方明的脸上恢复了阳光般的笑容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导致我残疾的真相。这就算是我给你的谢礼。海市闹市区的饭店，而且还是直接转让房子。我承认我是个俗人，我真的心动了，但是我心里也清楚，我不能接受这份赠与。我忍住内心的贪念，把文件还给方明。你已经帮着我保住了我的房子，不需要再给我谢礼了。方明似乎有些意外，真的不要？这饭店1年赚的钱就够买下你那套房子了。很想要，但是不能要。我坦诚地说，我不想让自己变成刘成奇他们那样的人，为了利益毫无底线，为了贪念迷失自己。方明看着我很久，最后轻轻叹息一声，这饭店我给你留着，什么时候想要它都是你的，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助随时来找我，不用跟我客气。我客套的应了，心里并没有想过真的要来麻烦方明什么。直到半年后，我被刘成奇的老家亲戚纠缠到门前，逼着我养刘成奇和周颖的孩子，就算是报警也没办法解决他们。连续半个月，我被闹得不得安宁。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只能打电话求助方明。他能在闹市区开饭店，肯定有自己的人脉和门路。其实我半年没和他联系，
这样突然找他帮忙，心里也是一些忐忑的。方明接了电话，告诉我等他一会，不到20分钟，他就赶了过来。跟他一起下车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男人，以及5、6个人高马大的壮汉。刘成奇的亲戚一开始还想撒泼，被方明几句话给镇住了。我是齐雨薇现在的丈夫，这孩子我们家不会要，如果你们继续闹事，我不介意把你们送去医院老实一阵子，医药费我付得起，不用替我担心。他还顺带警告，别想把孩子偷偷扔下，你们老家在哪里，警局都能查到，到时候一个遗弃罪，你们就等着进局子吧。刘成奇的亲戚灰溜溜走了，我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清静，也不是完全的清静。方明开始经常约我出去，一开始说是要为了那句我是齐雨薇的丈夫给我道歉，情急之下只能那么说，不然怕震慑不住对方。到后来就变成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再然后连理由都没有了。1年后，方明邀请我去他家过年，他父母都在，对我态度十分和善。春晚结束，方明从卧室里出来，他是一步步走着出来的。方明父母小声告诉我，这1年他都在适应假肢，为的就是想在我面前站起来。方明手里拿着一个红包，还有一个小巧的首饰盒。雨薇，如果你愿意，就戴上戒指，以后我们一辈子互相扶持。顿了顿，他又说，如果你不愿意，就拿着红包，我给你当一辈子哥哥。我抿唇看着他的2只手，先伸手拿了红包。方明肉眼可见的失落，我又把首饰盒拿过来，我笑着说，我这么贪心的人，肯定是2个都要啊。那是自从父母去世后，我久违地感到真正开心幸福的新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